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，我想向你们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生活的书《不抱怨的世界》（A Complaint-Free World），作者是威尔·鲍温 （Will Bowen）。这本书自出版以来，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不抱怨的运动，影响了数百万人。威尔·鲍温是一位资深的牧师和心灵导师，他通过简单而深刻的方式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希望和积极力量的生活哲学。你可能会问，不抱怨，这听起来有点不切实际吧？事实上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和困难的世界里，抱怨似乎是我们面对不如意时的自然反应。然而，威尔·鲍温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，抱怨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，反而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困境。让我先分享一个故事。美国著名作家海伦·凯勒曾说过，生活要么是一场大胆的冒险，要么什么都不是。海伦·凯勒在幼年时因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，但他并没有被命运击倒，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和积极的态度，学会了说话和写作，最终成为了一位激励人心的演说家和作家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抱怨，而是积极面对生活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做到不抱怨呢？这正是不抱怨的世界所要解答的问题。这本书不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，还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，帮助我们逐步摆脱抱怨的束缚，过上更加积极和充实的生活。1. 抱怨的危害。首先，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抱怨的危害。威尔·鲍温在书中指出，抱怨是一种消极的思维模式，它不仅会消耗我们的精力，还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。抱怨的本质是一种对现实的抗拒。当我们抱怨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无奈。这种消极的情绪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。威尔·鲍温提出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来减少抱怨，那就是佩戴不抱怨手环。这个手环是一个紫色的橡胶圈，当你开始抱怨时，就把手环从一只手移到另一只手。这个简单的动作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语言，并帮助你逐渐减少抱怨的频率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名叫玛丽的女士在开始使用不抱怨手环后，发现自己每天抱怨的次数多达几十次。通过不断的自我提醒和调整，玛丽逐渐将抱怨的次数减少到每天几次，甚至有时一整天都不抱怨。她发现自己的情绪变得更加稳定，人际关系也得到了改善。威尔·鲍温在书中写道，抱怨就像口臭，当它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能注意得到，但自己说出来的时候却浑然不觉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抱怨的无意识性，也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觉，意识到自己的抱怨行为。感恩的力量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谈谈感恩的力量。感恩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模式，它能帮助我们看到生活中的美好，从而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。感恩的本质是一种对现实的接受和欣赏。当我们感恩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表达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认可和珍惜。这种积极的情绪会像阳光一样照亮我们的生活，提升我们的情绪和精神状态。威尔·鲍温建议我们每天花一些时间，写下3件我们感激的事情。这个简单的练习能帮助我们培养感恩的心态，让我们更加关注生活中的积极面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名叫约翰的男士在坚持每天写下3件感激的事情后，发现自己的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他开始更加关注生活中的小确幸，比如一杯温暖的咖啡，一次愉快的交谈，甚至是一缕温暖的阳光。他的幸福感得到了提升，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。威尔·鲍温在书中写道，感恩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它能让我们看到生活中的美好，从而改变我们的心态和生活。这句话强调了感恩的重要性，也鼓励我们通过感恩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。3. 积极行动。除了减少抱怨和培养感恩的心态，威尔·鲍温还强调了积极行动的重要性。抱怨和消极的情绪往往会让我们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，而积极行动则能帮助我们打破这种状态，推动我们朝着目标前进。积极行动的本质是一种对目标的追求和实现。当我们积极行动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表达对未来的信心和决心。这种积极的态度会激发我们的潜能，帮助我们克服困难，实现目标。威尔·鲍温建议我们设定明确的目标，并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。这个过程不仅能帮助我们明确方向，还能增强我们的执行力和成就感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名叫苏珊的女士在设定了一个减肥目标后，通过积极的行动和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最终成功减掉了50磅。她发现，积极行动不仅帮助她实现了目标，还让她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定。威尔·鲍温在书中写道，积极行动是实现梦想的桥梁，它能帮助我们跨越障碍，走向成功。这句话激励我们通过积极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。4.
改变思维模式。最后，我们来探讨一下改变思维模式的重要性。威尔·鲍温认为，抱怨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思维模式。要真正做到不抱怨，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，培养一种更加积极和乐观的心态。改变思维模式的本质是一种对自我认知的调整和提升。当我们改变思维模式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，从而找到更加积极和有效的应对方式。威尔·鲍温建议我们通过冥想、阅读积极向上的书籍和参加正能量的活动来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。这些方法能帮助我们开阔视野，提升自我认知，从而找到更加积极和乐观的生活方式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名叫汤姆的男士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后，通过改变思维模式，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信心。他开始关注自己的优点和长处，并积极寻求新的机会和挑战。最终，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目标，还成为了一个更加自信和快乐的人。威尔·鲍温在书中写道，思维模式是我们生活的基石，它决定了我们的态度和行为，也塑造了我们的未来。这句话强调了思维模式的重要性，也鼓励我们通过改变思维模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通过以上对不抱怨的世界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如何减少抱怨的书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改变生活态度、提升生活质量的指南。威尔·鲍温通过简单而深刻的方式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希望和积极力量的生活哲学。最后，我想用威尔·鲍温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：生活就像一面镜子，你对它笑，它就对你笑；你对它哭，它就对你哭。让我们选择微笑，选择感恩，选择积极行动，过上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活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都能在不抱怨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和希望。